那来到暹粒，肯定要去看吴哥窟。然后我现在就来到了巴统寺，这个寺庙是整个吴哥历史当中最早期的建筑。可以看到地上基本上都是泥土路，而后面就是塔，然后旁边的话都有护城河来守护着。可以看到这个护城河真的是比较穿透啊，而且可以看到身后的塔也是比较壮观。虽然这座塔有点小，因为它是属于早期建筑。而且这边的话不是很热门的旅游景点，绝大多数游客都不会来这，所以说你可以很好的静静的享受这里的宁静。这边很多都是损毁了，但也是吴哥窟当地的特色，因为吴哥在高棉语的语境里面其实就是首都的意思。然后高棉就是柬埔寨这个国家的前身，相当于中国清朝前身就是元朝。可以看到这些石头啊，都沉淀着时间的痕迹。这里的建筑风格跟印度尼西亚日惹的那些印度教的寺庙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们是属于同时期的建筑，但柬埔寨这里有它自己的特色。可以看到石塔的两边都是一些残破的建筑，可见当时的辉煌。这边基本上真的没什么游客，可以很好的拍几张美丽的照片。哇，石头上面还有一些纹路，看到没？虽然已经比较模糊了。这边就是当时一个建筑一个门窗。那么就上去这个石塔去看一下。哇，从这边看就觉得这个比较小石塔就比较宏伟，而且可以看到前面的台阶都比较高，台阶差不多有30厘米吧，比一般的台阶高出一半。台阶旁边都有一些石像，虽然这些石像已经变得比较模糊了，应该是狮子吧。整个遗址在那上面，它还是比较震撼的。那现在已经登上了这座寺庙的顶端，这里面就供奉了一尊小佛像。站在上面看下面，又是不同的风景，真的很漂亮。可以看到每块石头上面都雕刻着一些花纹。那看完这个最早期的寺庙，我们就前往下的景点崩密列。现在我就到了崩密列这个地方了，它距离暹粒市区有60公里，所以说来这边需要骑摩托车或者坐车1个小时。这边的树啊，形状都非常的怪异啊，都是一些没有规则的形状。这些石头都已经和树已经融为一体了，这也是这个地方最大的区别。因为
其他无得土的地方，它基本上都有比较完好的建筑群。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都是废墟，可以说，但同时也给这个地方增加了一抹神秘的气息，可以很好的感受一种建筑破坏的美。感觉走在这里啊，就好像刚刚发生过一场很大的灾难，而且可以看到这些石头上面都已经有青苔了，绝对是一幅末世的景象。后面全都是坍塌的石块，而且每个石块都很大，可见当时建造这个地方耗费了多少人力。静静的散步在这里，然后听到一些蝉鸣，以及看到这些坍塌的石块，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这个文化曾经的辉煌。我们旁边也都有一些隐隐约现的一些雕像，但都已经被摧毁了，而且可以看到这房屋顶上已经跟树灯完全缠绕在一起了。还可以攀爬到这些石块上面。哇，真的是别有洞天啊！也是第一次把一个废墟作为一个景点。放了几个脚手架，防止上面的屋顶坍塌。哇，这些树啊，这树灯真的是好几层啊！废墟真的很大，而且前面有一座木桥，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之前是没有木桥的，后面是为了方便游客走路，所以说就建造了这个木桥。那我们现在就要正式进入这个废墟当中了。这个木桥也很有历史气息啊，都已经坏掉了这里。哇，可以看到这就是废墟里面的样子，也是坍塌了。外面的城墙全部坍塌了，这就是里面废墟的样子。我身后这个门应该就是整个建筑的正门，可以看到正门上面还有一些雕刻，但可以看到这些门都已经被完全堵住了。如果没有坍塌的话，这里的建筑规模也是比较大的，真的很不一样。哇，这树啊，两边是岔开来的，很特别。第一次看到两个劈叉的树。哇，这边的废墟真的够大的，而且可以看到那边是很多一群石头都堆积在一起。之前的建筑应该是比较高的，后面由于一些损毁的原因，所以说这边就堆积了很多石块。而且走在这边真的是比较阴凉，上面都有很多树荫，而且旁边有些青苔又可以吸附一些热量。
真的很舒服，坐在这边，然后感受这边残破的美。像这边的话，应该都是一些窗户，有些窗户还是在一次灾难当中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个树真的是很神奇啊！树真从地上一直往上爬，感觉人可以走到这上面。而且这树灯摸上去很结实，有点像石头的硬度，已经不像是木头的硬度了。哇，真的很特别，可以看到那的树灯都趴在这些建筑上面，很牢固。而这个石堆就是整个崩密列当中最大的一个石堆。这边之前的是一个很高的建筑，后面坍塌了，所以说这边有很多石块，而且可以看到石块上面有很多细节。这废墟上面有一棵树啊，不知道这棵树是怎么长上去的。我们上楼去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楼上面有很多游客。这就是窗户里面的样子，没有石块的轨迹。下面是什么地方？真的有点像探险的感觉。这下面我就不进去了，感觉有点恐怖啊，在这下面。整个内部的木桥也是沿着这个巨大的石块堆来建的，真的是很震撼。这边基本上就是废墟结合着自然之美，呈现着一种别样的美感。可以看到这些树灯的形状都是完全不同。那现在我们就出了这个围墙了，然后来到前面应该是一个主要的道路，但完全都是塌陷了。这就是崩密列了，基本上就是来这边看废墟的，然后结合一些树灯啊之类，真的有一种别样的美感。但来到这边，你差不多需要花上1个小时，不知道你们觉得这里值不值得？现在就来到了另外一个景点——女王宫，因为它刀面语的意思就是女性的堡垒，所以说中文直译过来就变成女王宫。可以看到这地上已经变成哇，都是红颜色土地。这个女王宫也是比较小，但整个建筑比较精细。这里就是女王宫的正门了，可以看到它整个建筑基本上也是以红色为主，因为它是用的红色岩沙来制作，所以说更易于雕刻。它相比于之前的一些其他的石头建筑，上面的雕刻更加的细节性，所以说这也就是它被称为女王宫的原因。因为女王宫它并不跟女性统治者有关，更多是因为它的雕刻的艺术比较小巧玲珑，所以说就给它取名为女王宫这个名字，因为更具女性的美感。整个建筑规模没有崩密列那么大，但可以看到上面每个柱子上面的细节啊，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像一些其他的石头柱子已经模糊可见了。
哇，这边还有一个被拔出来的巨大的树根。哇，那么大的树根，不知道怎么拔出来的。屹立在地面上也确实比较震撼。哇，这个门真的矮小，确实比较适合女性穿过去。可以看到前面就有3座比较小的石塔。这边应该也是护城河，只不过现在都已经变成草地了，河水已经没有了。我们先进这个里面来探一下。哎呀，太矮了，必须要蹲着走。哇，可以看到上面的雕刻真的是很清晰啊，不像经历了时间的沧桑。那这就是整个女王洞了，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来这边差不多也要1个小时的路程，就是探这些精雕细琢的建筑。那现在就来到了一个水池当中的一座桥上面，然后桥的对面就有一座寺庙。可以说这座寺庙是建在湖的中心，所以说我们要跨过这座桥去到那我的寺庙。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大的莲花池啊。不难想象，如果是在荷花盛开的季节来到这边，该有多么的漂亮！而且这个湖面真的很大、很宽阔，整个从桥头走到前面，差不多也要走的5分钟左右。这个湖面还是比较清澈，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海藻。从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桥到底有多么的长，哇，真的不可思议。这个就是这座岛上的寺庙了，而这座寺庙也是建在湖的中心，所以说是上不去的，只能在湖的旁边观看一下。这里基本没有什么东西，主要就是一个石塔，然后就没有了，还是在桥上面走比较有感觉。本地人也把一些贡品放在这个石洞里面，然后上几炷香来祈祷。不知道你们了解这个文化吗？如果知道的话，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为什么要在山洞里面祈祷？那我现在就到了塔布隆寺，这座寺庙也是吴哥窟建筑群当中最主要的景点之一，因为这个地方它没有被经过修缮，所以说还是保持了当时的原始模样。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里曾经是《赌墓丽影》的取景地，而《赌墓丽影》就是由安吉丽娜·朱莉主演的那版。这个屋顶上面竟然有一棵树，可见这个建筑经历了多少年，才可以让一棵树种在了屋顶上面。树根啊，它是从地上慢慢爬，然后覆盖到整个屋顶啊，形成这样一个自然的奇迹。这座寺庙曾经是一所佛教大学，然后后面由于高棉帝国的没落，然后这边就逐渐被遗弃掉了，然后就被大自然给覆盖掉。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的模样就是大自然的奇迹。
那书报室的前面还有一些回廊，而且你们都是比较通畅的，所以说可见当时的这座佛教大学还是比较大的。也很明显感受到这曾经的一些历史。然后这边前面有一座佛像，只不过头已经没有了。边有一个巨大的树灯，所以说这座寺庙啊，已经完全的被大自然给侵蚀掉了。所以说这也就可以称为睹木丽影的取景地之一。确实跟其他的寺庙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个寺庙的回廊有很多，可以充分的走在其中，感受这座历史建筑带给你的魅力。可以看到上面还有个天井。巨大的树灯啊！哇，第一次见到这么粗壮又巨大的树，至少有1000多年了吧。可以比较一下我人有多高，这个树干到底有多高？太夸张了。感觉走在这边，每穿过一个门廊啊，就像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真的是与众不同。这个门已经被完全堵住了，只能寻找另外的出口。感觉这些场景啊，好像在游戏场景里面都出现过，像《赌木丽影》的游戏，还有《神秘海域》。走在里面像探险一样。全都是废墟。哇！这地面上都是石头的树灯了，两者已经完全交织在一起了。全都是碎石块，堵住了出口。走在这里真的很难想象，自然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夸张到这样的地步。那么多的树根把石头包在一起，然后生长在石头之上，太夸张了。这个树灯竟然还会转弯啊！紧紧的贴在墙面之上，沿着墙面往上爬，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个寺庙由于有很多回廊，还有一些走廊，所以说就比较容易迷路。当然，在迷路情况下，你走来走去就会觉得这里比较大。哇，这边还有一个很长的回廊哎，可以在这边走一下。走在这个回廊当中啊，氛围感真的是拉满哦，感觉你就是住在这个历史当中啊，你就在这个历史叙述当中，与这个建筑历史完全的融为一体。这边路真的是比较老，很容易就迷路。
外围也都是一些碎石块。吴哥窟的景点其实都比较分散，尤其是大圈，因为它分内圈、外圈以及大圈。今天我们走的是大圈，所以说一开始会先到博米利列探一下废墟之美，然后去女王洞探一下雕特，然后最后再来到这里探一下杜姆丽影的取景地。其实怎么说呢，整个建筑其实就相当于做石头的城堡，因为它都是正正方方的，然后后面就是由于一些自然灾害啊、损毁啊，就造就了它各种各样的亮点。那也就是说，美的景点虽然都差不多，但它都有它们各自独特的亮点所在，这也就是美的景点的魅力。那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旅程怎么样？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就请给我点个赞。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